我是学了 Tuber 露露露。历经了原神史上最强的版本走齐，2.7 版本的前瞻直播终于在5月20号晚上公布喽。这次将会加入新5星角色叶兰与4星角色九七忍，以及荒龙一斗和萧的复刻。露露这边一样也整理了相关的懒人包，提供给没有跟到前瞻直播或是还想吸收其他补充资讯的肉肉们。若是对于角色卡池不太清楚该怎么抽取的话，露露也会在稍后影片中大致提供角色的定位与特性，提供抽取参考。除了整理官方前瞻直播的懒人包以外，露露也会补充一些前瞻直播中没有提到的细节。本次影片会将直播内容汇整成以下重点：角色卡池、新武器、新剧情、版本活动、版本优化与其他新内容补充。影片开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露露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首先登场的上半卡池将会在5月31号和2.7 版本同步更新时装。这次2.7 版本时间据官方表示将会为期6周，2.8 版本预计会在7月13号更新。在2.7 上半卡池中，除了有新角色叶兰的登场和萧的复刻之外，也会有对应叶兰的新专武弱水的登场。也因为萧的复刻，武器值的另外一把武器大概率就会是和朴渊了。叶兰中配的声优为徐慧，日配的声优为远藤绫。由于叶兰适用于什么样的队伍还需要实测，因此露露会在叶兰正式推出后再做详细的角色全分析影片。而萧的角色全分析影片先前已经制作过2支了，可以先点击右上方资讯卡或是下方的影片描述栏的连结查看。若是对于萧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露露会再看情况是否在制作萧的复刻 Q&A。叶兰是5星水元素弓箭角色，定位为副 C 输出位角色，等级突破后增加的是暴击率。会定位在副 C 输出位的原因是在于叶兰的主要输出形式是在于 EQ 技能的水元素伤害。普攻没有办法像一些主 C 可以具备附魔元素伤害的攻击形式，因此在输出伤害会和明显主 C 定位的角色有所差距，但也不代表叶兰不能当主 C。就像灵人也是副 C 输出位角色，但也可以透过队员的搭配来让灵人占主 C 位，只是比起明显作为主 C 定位的角色所组成的队伍会有些落差。叶兰的普攻是4段式的弓箭射击，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当叶兰脱离战斗一段时间后，会获得一个破局状态，能够大幅减少下次蓄力射击的所需时间 80%， 并且在满蓄力射击时转为发射一支破局矢，造成以叶兰生命值上限的水元素范围伤害。而元素战技银落纵命锁则是可以透过点按或长按让叶兰进行快速移动，并使用落命丝对沿途的敌人进行标记，再基于叶兰的生命值上限对标记的敌人造成水元素伤害。若是在长按状态下的银落纵命锁，叶兰可以获得抗打断能力，并依照标记敌人的数量来提高叶兰获得破局状态的几率。整个技能释放过程会让人不禁想喊出蜘蛛人。而叶兰的元素爆发玄直玲珑释放后会造成水元素范围伤害，并召唤出一颗骰子跟随在角色身旁协同攻击，即便叶兰处于后台也能作用。此时若场上角色进行普攻或是落命丝爆炸且命中敌人时，骰子也会一同进行水元素攻击，伤害量也会是基于叶兰的生命值上限。因此叶兰的3招天赋都是受到生命值的影响，在圣物的搭配上会比起其他主 C 要稍微容易一些。另外叶兰的被动天赋会让骰子存在期间能够逐步使当前角色所造成的伤害逐渐增加，以及若是叶兰所在的队伍中若有越多不同元素的角色时，生命值上限也会提高越多。最后就是类似申鹤的被动天赋，若是叶兰在璃月地区进行20小时的探索派遣任务时，结束后所获得的奖励可增加 25%。叶兰的天赋技能特性可以做前台水元素输出，也可以做后台挂水，提供前台角色做元素反应伤害，同时也具备提供队友增伤作用和生命值提升。很多网络上的评论就是将叶兰比喻为大行丘，但叶兰和行丘不同的地方在于，虽然两者皆有类似的前台输出和后台协同挂水伤害，而叶兰会有更高的水元素伤害以及提供队友增伤，但行丘可以提供角色抗打断和治疗能力，两者还是有所不同之处。但或许叶兰的到来可以缓解行丘在许多队伍中分身乏术的压力。萧的抽取建议，其实洛洛觉得会跟先前在2.4 版本萧第2次复刻时提供的建议差不多。毕竟萧在这段期间主要的变动是在于多了一套新的专属圣物沉沙往生路，比起原先的角斗士加风套2+2套装，增加了5到10%左右的伤害。若是对于萧的定位和命座分析不太理解的话，一样可以先点击右上方资讯卡查看复习。萧是5星风元素长枪角色，是风元素队伍中的主 C 定位。
如果有打算想玩风队，可以考虑抽萧作为主要的核心人物，灵命就有足够的伤害。命座上更多优化的是输出体验上的流畅体验。其攻击的特色就是可以透过开大后的近腰挪舞来不断的跳 A 跳 A 跳 A 这样的输出。不过副作用是开大的过程中会持续慢慢的掉血，在开大的过程中，萧很怕遭受攻击或是重击，因此最好确保有护盾角色提供较为安逸的输出环境，例如钟离。同时，萧也是一名需要元素充能的角色，因此要再搭配回复能量的角色，例如砂糖。同时可以凑双峰共鸣。若是想增加萧的风元素伤害，也可以再搭配司命琴。先前也有制作过满命萧大佬分享的进阶输出技巧和概念，可以参考洛洛频道的大佬影片。同时，对于萧的组队、武器和生物搭配或命座解说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参考洛洛先前制作过的萧角色全分析影片。叶兰的天赋突破素材为周1、4日开放的繁荣系列，愚人众会掉落的灰烬，以及讨伐惹陀龙王周 BOSS 会掉落的流金之灵。等级突破素材为无相之水和纯水精灵会掉落的敌境青金，以及遗迹巨蛇会掉落的符文之齿，还有璃月地区在海滩上可以拾取的特产星罗，以及愚人众会掉落的灰烬。遗迹巨蛇和惹陀龙王的单人讨伐攻略也可以参考洛洛制作过的影片哦。在 2.7 下半卡池为荒龙一斗的单走，武器卡池大概率也会搭配一斗的专武赤脚石溃杵，同时还会有新的4星角色97人的加入。荒龙一斗是5星炎元素大剑角色，是想要玩炎队的核心主 C 位人物，主要透过开大后的重击连打进行连续战场输出，并且一斗的天赋机制可以透过叠加乱神之怪力来进行不消耗体力的荒龙逆袈裟斩击，并且提升自己的攻速和转化防御力为攻击，变成一个拿超大只旷世奇牌的狼牙棒，化身为炎元素暴力狂战士。而且在 2.3 版本时，同时还有炎系专用辅助五郎一同登场。炎为五郎的天赋技能机制，能够依据场上炎元素角色的数量，让炎系角色可以获得更多的 buff 加成，因此也从那时候开创了新的炎系时代。一斗虽然强，但队伍中也会需要有更多好用的炎系角色一同在队伍中，例如钟离或阿贝多，最少2炎，但成型最好3炎，甚至是组成4炎的纯炎队。因此，想要完整一斗的队伍，在门槛上来说会是比较高的。建议在考虑抽取一斗之前，先去查看先前洛洛制作过的一斗角色全分析影片，确认队伍阵容是不是自己能够组成的，再考虑抽哦。97忍是4星雷元素单手剑角色，是雷元素中的第一位雷奶。阿忍是一位兼具治疗能力和后台挂雷伤害能力的辅助型角色，等级突破后增加的是生命值上限。其天赋技能特性是可以在战斗中透过牺牲自己的生命值来替角色进行治疗。若是当前生命值越高，阿忍的伤害就越痛；若是生命值越低，则回复的血量就越多。阿忍的元素战技乐符雷草之轮释放后会形成一圈跟随角色的乐符草轮，类似芭芭拉的水环，同时会消耗一部分生命值，对碰到的敌人造成雷元素伤害，每隔 1.5 秒也会持续造成雷元素伤害，持续12秒。因此具备后台挂雷效果，而乐符草轮也会基于阿忍的生命值上限，在持续时间内替范围内的角色回复血量。阿忍的元素爆发则是可以在前方创造一个特殊结界，并对结界中敌人持续造成基于阿忍生命值上限的雷元素伤害。如果释放时阿忍的生命值低于或等于 50%， 会使结界的持续时间增加。被动天赋的部分可以基于阿忍的元素精通，让元素战技的伤害量和治疗量得到额外提升，以及在阿忍生命值低于 50% 时提升额外的治疗量。最后一个被动天赋则是在到期进行20小时的探索派遣任务时，结束时获得奖励可以增加 25%。最后提供给一些还在犹豫抽哪位角色的肉肉们一些建议。2.7 版本的角色中，消化一斗分别是风队和炎队的主 C。有想要练风队和炎队，并且缺主 C 的话，可以考虑抽。但老实说，这2个元素的队伍都很绑定队员，所以在抽取前务必先想清楚自己是否真的有爱培养。例如萧的风队就非常需要培养钟离和砂糖，进阶版就是四命琴和班尼特。炎队的优点就是可以简单粗暴的透过天赋机制和大招打出暴力的炎元素伤害，但相对如果你是追求生机螺旋通关的话，常常会有需要破盾要求的关卡中，用炎队来破盾就会稍微比较吃力。或是需要比起其他克制的元素队伍多花一些时间。假如自己是希望生机螺旋满星通关的话，还不如赶快趁现在卡池还没结束抽神里灵华，以站在生机螺旋使用角度的强度档，或是给缺主 C 的萌新。洛洛给的建议绝对是神里灵华优于萧和一斗，而若是真爱党或是大世界探索派，缺主 C 可以抽萧或一斗。但同时也务必要看角色分析影片中的组队阵容，你未来能不能将成型队伍组起来。
毕竟这2个主 C 的队伍可以替换的队员不像灵华那么弹性灵活。至于老玩家的话，不用说，就是在考虑要不要抽夜兰或九七人了。这2名新角色可以大致参考前面洛洛提供的角色特性，或是参考后续版本正式推出后洛洛的实测心得再考虑抽。如果不是大佬的小氪或微氪玩家，也千万不要脑冲。第一天刚开没想清楚未来组队就抽下去，毕竟一只5星角色的成本真的不是很便宜。另外就是完全没有万叶，还在等万叶的玩家，若你的原石量在抽完 2.7 版本中任何角色后，可能会没办法大保抵触万叶，请务必留足够的原石量给后面可能会复刻的万叶。神奇螺旋想买新的万叶是一定要拿到的人权卡，请继续耐心等待哦。总结抽取结论：1. 萌新缺主 C， 建议先抽快结束的神力灵华。2. 考虑练风队或炎队缺主 C， 可以抽萧威斗。3. 玩火队、雷队可以等洛洛正式版本时装后的实测影片再考虑抽夜兰。4. 神奇螺旋不能满星且还没有万叶，务必留足够大保底的原石抽万叶，才能抽 2.7 其他角色。5. 拼图鉴收藏的大课长插笔档随意。这次 2.7 版本随着新5星角色夜兰的登场，也按照惯例加入了看似夜兰的专武5星弓箭弱水，副属性提供的是暴击伤害，90等满级可以提供 88.2% 的爆伤，被动效果也是提供夜兰需要的生命值，同时在周围存在敌人时，可以使装备该武器的角色提升造成的伤害，并且不论处于前台或后台都能生效。从整体叙述来看，就是很适合夜兰使用的武器没错。此外，由于副属性提供爆伤，被动也提供增伤，或许可以提供给一些需要输出的弓箭系角色使用。相关实测心得等后续更新，洛洛再跟大家分享咯。4星弓箭落匣是可以在版本活动围图遗踪中免费取得的武器，以及相关的精炼材料。副属性提供的是元素充能效率，被动效果可以使造成的伤害提升。只要攻击一命中敌人后，就会依照弓箭上所拥有的细木、流匣、朝晖3种不同的状态，得到不同的伤害提升。每7秒最多转换1次，即便装备弓箭的角色处于后台，也同样具备转换效果。这把应该也可以是作为副 C 辅助定位的夜兰可以使用的次选武器。在 2.7 版本更新后，也会同步时装新的魔神任务，主要是和层岩剧院剧情的后续有关。从版本 PP 中可以看到旅行者一行人，包含夜兰、一斗、阿忍、燕飞等人，将会同前往层岩剧院去探索更深的谜题，以及空银兄妹相见的画面，并且还会遇到疑似黑化的萧。在剧情最后，也可以随之解开萧身上埋藏已久的心结，感觉是一个会非常抑郁的剧情故事。随着新角色夜兰登场，夜兰的传说任务幽客之章第1幕也会同步上线。剧情中，夜兰是自称任职于总务司的神秘人士，但却又是总务司名录里的不存在之人。而夜兰也是宁光的特别秘密情报官，和璃月七星一同守护璃月。我们将可以在传说任务中更加了解有着多重身份的夜兰的身世秘密。随着新角色97人的登场，关于阿忍的邀约事件第6集也会同步上线，可以知道为什么阿忍既不去明神大社当巫女，又不去天理奉行为9条家工作，最后反而选择留在荒龙派处理一堆杂七杂八事件的管家副手。看似隐藏在面具之下的冷酷，是不是在邀约任务中可以看到更加不同的阿忍呢？在 2.7 版本中的第一个活动围图遗踪，我们需要在绝域秘境中搭配具备 buff 效果的战策来挑战敌人，一共会有4个秘境，前3个秘境会有3轮敌人，最后一个秘境会有6轮敌人，中间也会有官方提供的试用角色可以使用。部分秘境在换轮次的时候会有一些限制和机制，虽然每换轮次可以编辑队伍，但是会有角色在第1轮和第3轮挑战的同时，在第2轮会没有办法出场，而也会有部分秘境的机制是在队伍进入下一个轮次时，会有随机2个角色被禁用，并且在后续的轮次都无法使用。虽然听起来有点复杂，但有点类似先前的震惊的研究、百人一魁、魔药解析等活动玩法，考验玩家对组队的搭配观念和角色熟悉度。深泥奇谭是由虚拟学者胡塞尼所指派的活动任务，主要是在层岩剧院中出现了许多淤泥，并且有受到淤泥而强化的敌人需要清除。这次我们同样可以搭配普尔西纳光钉一起战斗，和之前一样，不要让光钉在战斗过程中被打断充能的情况下清除怪物即可。这次活动比较需要注意的是，碰到淤泥会扣除角色身上的生命值，并且不能进行冲刺等动作，也会需要看情况适时清除淤泥，制造良好的战斗环境。荒龙极上盛世好苦大祭典应该是目前名称最强的活动了，主要就是类似 Love Live in-game 的玩法内容，和先前的音游活动一样，会有不同的难易度，可以一开始就直接挑战最难的难度，一次拿完前面的奖励。另外这次比较不同的是，若是完成大师级难度的话，后续还可以自己编辑谱面给好友挑战，
挑战系统里面也可以透过设定去调整应有的延迟校准。如新机造可以从一个来自枫丹的玩具制造商伯兰特那边获得一个素材收集器，在完成3道工序后，就可以获得一个动态机器人，可以摆放在自己的成歌湖中。机器人会有各种样扇动作，关于样扇动作会基于你在3道工序中是如何制作的，会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制造出能够做出所有动作的特殊机器人。如果有缺少的机器人样式，也可以和自己的好友进行互赠来拿到自己想要的机器人哦。最后是甘宇的工作笔记，关于游戏版本的一些优化内容，在后续版本更新后的副本挑战界面，可以在挑战特性的区块中看到一些关于副本的挑战技巧提示，帮助玩家可以更快速知道如何更容易挑战秘境中强敌。第二个是在每个角色的天赋技能界面也会增加一个天赋参考按钮，会收集大部分玩家的大数据，往后就可以查看大部分玩家在培养角色天赋技能时，通常都是优先选择哪一个天赋升级。第三个是在每个角色的适应物界面也新增了适应物属性参考的按钮，同样会收集大部分玩家的大数据，往后就可以查看大部分玩家在穿戴该适应物部位时，通常都是优先选择哪一个主属性。而毕竟因为这是大数据，所以新角色刚出来时，如果还是不知道要怎么穿适应物的话，还是可以先参考洛洛的影片实测咯。2.7 版本更新后也会上架曾岩剧院篇的 OST， 收录了40首曾岩剧院主题的音乐。最后一个是前瞻直播没有提到，但是洛洛放进来一起补充的一个重点，就是很多玩家关心的成歌湖维护究竟到什么时候呢？在游戏内公告中，官方有表示，在2.7 版本更新维护结束后，成歌湖的放置功能也会一起维护结束，届时就可以使用放置功能啦。而目前 2.6 版本的有香自己来也会是一个跨版本的活动，到时候也会有机会去拿料理给叶兰试吃，算是一个小确幸咯。那以上就是原神 2.7 版本前瞻直播的重点和补充。关于新角色的实测，洛洛也会在正式推出后制作相关的分析影片。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时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或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加入帮会员，或是点击超级感谢赞助洛洛一杯鲜奶茶。最后喜欢这支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原神，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学生妹洛洛，我们下次见喽。